大家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台中的福隆饭店，今天呢是 PE3的一个媒体说明会。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 PE3的原型车，这并不是最终的试售版本。所以今天呢我们只会有简单的一个介绍、技术规格讲解，还有呢就是下午简单的试乘。那首先呢在正面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车它的整个外形啊是一个小尺寸的速可达车款。它在台湾挂的车牌级距呢是绿牌，然后很特别，就是因为这辆车啊，它的整个引擎的设计是采用雾115的引擎设计，然后再融入了一个4K 瓦的一个电机系统。原厂他们有做过许多的努力，把它的整个电机跟它的整个传动系统都微型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电机系统就是很巧妙的缩小，然后在它的空滤箱底下。那再来呢，就是它的电池部分。是在脚踏板的下面这一边，它是采用一个中油的软碳电池。那这个电池呢，它是大概1.5度电，然后可以让这辆车在市区跑大概35公里。如果说是在最佳的续航里程之下呢，一颗电池可以跑大概58公里。那但是呢，它在车尾的部分，就是在后扶手下方那边，它有一个3公升的油箱。那这个油箱呢，它是作为发电使用的。它可以供给这一颗115吸气引擎来做一个发电，然后让这颗软碳电池就算完全没电，它还是可以继续的行驶。那这个油箱它的容量3公升，1公升大概可以跑89到90公里，也就是说9327再加上前面的50公里，它的整个续航里程就可以达到惊人的320几公里。也就是说呢，这辆车它只搭载一颗软碳电池。然后一个3公升油箱，它就可以跑300多公里，而且你不会有这种里程的焦虑，因为它的整个能源补充方式非常的丰富。第一个，你可以在家里用家用充电帮它来补电。那第二个呢，你可以去合作的中油加油站用快速的充电枪帮它补充电力。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用加油的方式把这3公升的油箱给加满，然后让它用油来发电，增加它的续航。车子后面呢，它可以发现它的整个尾灯啊，做得非常的科技感。不过呢，这并不是最终的定案版本，因为这是一个概念车。在这个角度蹲下来，主要是要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电机系统缩得非常的窄，非常的小。然后在右边这边，你更是看不到任何的异状，因为它在右边这边还是有传统油车的排气管。然后呢，它在这整个地方，你这样看上去啊，完全就是一台油车，你不会觉得它是一台电动机车，或是它的这整个电机系统很突兀。它的整个机构 S2 花了非常多的努力把它缩小。那再来呢，就是它的脚踏板部分，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可以发现它的厚度是比正常的汽车厚，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厚度是往下涨，不是往上增长，所以对它的整个置脚空间应该不会造成太大影响。那 S1 他们官方也有说，之所以会采用说电池放脚踏板，然后油箱塞在后面，然后只有3公升的这个配置，就是为它的实用性。官方有说，它在整个坐垫下方的置物空间依然是保留的相当的完整。所以说这辆车它结合了油车的便利，还有它的置物空间，但是也有电动车安静舒适的一个代步功能。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前面的这个仪表板的部分。这个仪表板呢，目前应该也是暂时性的，但是它的整个图示界面已经大致上的确定了。那等一下下午呢，我们也马上会去体验这辆 PE3，但是这一次的体验时间并没有很长，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主要就是体验一下这套油电系统它的一个便利性，还有它的整个行驶的感受。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试乘的环节吧。你就直接加油门就可以。好，我先跨，可以牵看吧。还蛮轻的。我以为它有电池那也会蛮重，结果还蛮轻。然后，着座线也不错。它电池藏在底下，可是它也没有做到很高啊。你们把它放得很低耶。对。其实我们里面的空间有尽量把它抓的比较那个所以离地高我们要考虑的。哦。但是还不算最好的离地高啦，还可以再优化。还要帮我们压车，对。OK。对。好的，谢谢。好，现在我们上路来骑乘，哇，我真的很惊讶这辆车它的脚踏板放了电池，可是我的脚是可以很完美的90度弯曲，它的这个脚踏的底板甚至比我过往骑过的某些车款还要低，然后我现在缓步的
上坡，好安静哦，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而且它时速非常的稳。好，我现在来吹动油门加速。他说只要时速40就会有引擎的介入，这是他们特别调的工程模式。哦，发动了，发动了。好，我现在来巡航。哇，它的这个引擎发动真的已经跟汽车的那个 PHEV 做的很类似了。我之前有体验过 Toyota 的 Prius。Toyota Prius 这种汽车啊，它的引擎呢，还有引擎脚那些来做缓冲，它的整个发动的抖动都还比这个再大一点点。但是这辆车它的整个发动，我觉得介入的点啊是相当不错，它只有在发动那一刹那会有震动，然后你看时速40以下，马上就变成纯电。好，再慢慢的提升刹车。好，全油门加速。这边回转嘛，好，好，我们刹停，好，来咯，0公里加速。下一次马达全力出力，好，40公里，引擎发动，来这边有图示，引擎进来，马达也出力。现在时速很顺畅的上到50，它在引擎发动的时候，刚其实我有去问过他们的工程师啊，它的这个引擎，因为它是作为发电机来做使用，所以哪怕今天你这个油门到底啊，它的这个引擎发动之后，它也只会维持在特定的转速，比如说3500转到4000转，这个确切转速他们还在做一些调整。那目前来讲，这辆车是4000转，它就只会维持在4000转，因为这个4000转是这一颗引擎最强发电的一个转速区间，它就会用这个转速区间帮你的车辆发电，然后发电之后再搭配马达，然后来输出。其实一般我们拿到的市售，它不会这样输出。今天是为了让我们体验一下它的油跟电的切换介入，它才特意这样调整。否则一般来讲呢，我们只会有体验到电能的部分。那在爬坡或是车辆没有什么电力的时候，它才会做一个引擎的介入。那再来呢，就是这辆车它的整个电池的续航力可以达到最好58公里，但是它在40% 以下的时候呢，引擎就会发动介入来帮忙它做一个发电，以免它电力太低。那到油全部烧完之后，它才会改用纯电，把最后的40% 的电力给骑完。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时速一直维持在20公里以下，因为这辆车有动能回抽这样的功能。好，我立看中柱。哦 ，OK， 谢谢。哦，立中柱才会感觉到车子是稍微比较有点分量感，因为在后面的部分。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车身的重心很低，大家在牵车的时候啊，还有在放脚的时候，其实都还蛮轻松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下一梯的媒体上车之后，它的一个着座跟它的牵车。好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家媒体，它已经上车。大家有发现它的自脚性非常好，然后你看它的脚放到踏板上面之后啊，它的脚是很自然的90度的弯曲，所以它的整个着座性我觉得是做的非常的棒。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爬坡，等下一台车出来在爬坡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非常非常的安静。那今天的这个P13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算很成熟的技术突破，他们才把这个工程车推出来让我们体验一下。那今天的这个 P13的体验呢，我觉得如果往后大家有机会骑到试售版本的话，最大的罩门啊，应该就是在它的这个引擎发动。如果说你的使用里程比较长，你每天都会用到这个引擎发动的区间的话呢，那它的这个引擎发动之后的震动，你能不能接受，就看你自己个人。我是觉得以电动车，应该说这种增程型的电动车来讲，这是我的初次体验。我觉得它已经做得相当不错，甚至在它发动结合的那一下，可以做到几乎无感。你可以知道它发动了，但是你不会有觉得说，哎呀，很不舒服这样子。
只要你的电力还够，基本上引擎就不会发动去做介入。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下坡动能回冲，然后它的整个缓降啊是做得非常好，而且车子真的非常的安静。这一次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新奇，那也期待之后 S1 他们的车变成完成品之后啊，可以来做一个比较长距的骑乘。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通勤族，然后你每天的来回里程大概是在20公里，一趟大概10公里左右。如果你公司有插座可以让你使用的话，你把车骑到公司去，然后插电充电，下班回家又可以用纯电行驶，这真的是非常香。等于说你基本上这辆车是骑免钱的。除非你今天是那种长距离，可能突破双北市区，要一天要骑个50公里，才会有用到油的部分。就是只要你有电，它就一律是用电力来行驶。那当你的电力掉到40%以下，它才会用油来辅助。哇，这个声音真的好小声哦！所以我很期待他们之后的这个完成品。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 P3的一个技术说明会，还有简短的体验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